今天我们要聊聊近来闹得沸沸扬扬的一场超市风暴，那就是网友发起抵制全联的断联行动。那家曾以实在真便宜深入人心，让无数家庭信赖的平价超市，为何如今陷入全民怒火？昔日站在消费者这一边，陪我们捡便宜的好伙伴，怎会变成今天人人喊打的对象？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戏剧性的转变？让我们一探究竟。故事的开端要从日常购物中一个看似微不足道却足以点燃众怒的场景说起。想象你走进全联超市，看到某款商品贴着醒目的黄色特价标签，你兴冲冲地以为捡到便宜，然而就在你付钱前，心血来潮撕开特价标签一角，底下露出的原价却比特价还要低。没错，这可不是天方夜谭，而是真实发生的离谱事件。前阵子，一位消费者在全联购买秘鲁蓝莓时，看到黄标特价写着65元，好奇揭开一看，底下印的原价竟是59元，所谓特价反而比原价还贵。这荒唐一幕立刻在网络上炸开了锅。不只是蓝莓，在全联的卖场里，类似的标价陷阱可谓层出不穷，搞得消费者如同在解谜闯关一般。有人发现货架标示的价格和结账时扫出来的价格对不拢，在货架上看见克尼奶粉标着599元，满心以为就是这个价，结果到收银台结算时，萤幕上跳出来的竟是699元。如果你没有每笔账都盯紧发票核对，钱包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多掏走一笔。还有更绝的，精心设计的组合优惠反而让你多花冤枉钱。一位顾客分享，单买一包湾仔码头水饺是99元，2包一起特价，理应更划算吧？岂料2包特价竟是209元，算一算，比单买2包一共198元还多出11元。这种买越多省越多的宣传，到了这里却变成买多还更贵，让人大跌眼镜。难怪有人苦笑着挖苦全联，说他的广告标语现在恐怕要改成实在珍贵了。这一桩桩离谱的标价乱象，点燃了累积已久的民怨。许多人惊觉，每次逛全联都得绷紧神经，瞪大眼睛，一边挑商品，一边心算比价，甚至还要撕开标签来确认真相，否则随时可能被坑。这哪还像是在自家附近熟悉的亲民超市，简直像在防着一个随时会背刺你的奸商。更离奇的是，随着讨论发酵，连荒诞不经的传闻大家都信以为真。前阵子网络，今天我们要聊聊近来闹得沸沸扬扬的一场超市风暴，那就是网友发起抵制全联的断联行动。曾经主打实在真便宜深获消费者信赖的全联超市，为何如今引来全民怒火？昔日站在消费者这一边，陪大家捡便宜的好伙伴，怎会变成今天人人喊打的对象？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戏剧性的转变？让我们一探究竟。故事的开端要从日常购物中一个看似微不足道却足以点燃众怒的场景说起。想象你走进全联超市，看到某商品贴着醒目的黄色特价标签，你兴冲冲地以为捡到便宜，然而就在结账前，心血来潮撕开特价标签一角，底下露出的原价却比特价还要低。没错，这可不是天方夜谭，而是真实发生的离谱事件。前阵子，一位顾客在全联买秘鲁蓝莓时，看到黄标特价写着65元，好奇揭开一看，底下印的原价竟是59元，所谓特价反而比原价还贵。这荒唐一幕立刻在网络上炸开了锅。不只是蓝莓，在全联的卖场里，类似的标价陷阱层出不穷，搞得大家如同在解谜闯关一般。有人发现货架标示的价格和结账时扫出来的价格对不拢，在货架上看见克尼奶粉标着599元，满心以为就是这个价，但到收银台结算时，萤幕上跳出的竟是699元。如果没有逐一对照发票，钱包就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被多收了。还有更绝的，精心设计的组合优惠反而让人多花冤枉钱。一位顾客分享，单买一包湾仔码头水饺是99元，2包一起特价理应更划算吧？岂料2包特价竟是209元，算一算，比单买2包加起来198元还多出11元。买越多省越多的宣传，在这里竟变成买多还更贵，让人大跌眼镜。难怪有人苦笑着挖苦全联，说他的广告标语现在恐怕要改成
实在珍贵了。一连串离谱的标价乱象，终于点燃了累积已久的民怨。许多人惊觉，逛全联竟然要绷紧神经、瞪大眼睛，一边比价一边提防陷阱，甚至还得撕开标签来确认真相，否则随时可能被坑。这哪还像是在自家附近熟悉的平价超市，简直像防着一个随时会背刺你的奸商。讨论发酵后，甚至有人在网络上恶搞，贴出全联哈密瓜标价3465元的照片，也有许多人一时信以为真。虽然事后证实那是恶作剧假消息，但因为全联近期的表现太离谱，大众才会如此轻易相信荒唐价格。可见全联已经在消费者心中彻底失去标价的公信力。许多人动不动就怀疑全联又来了。当标价诚信问题耗尽了消费者的耐心，炸毁了大家钱包的防线后，更大的危机接踵而至，直击人们对全联最后的信任底线。一场风暴往往不止一片乌云，第一道闪电劈下后，后头通常还跟着倾盆大雨。先是食品安全问题爆发，2023年全台闹得沸沸扬扬的芬普尼毒鸡蛋风波中，全联也卷入了漩涡。贩售到问题鸡蛋或许是个意外，但更让人生气的是后续处理态度。高雄市卫生局稽查发现，全联凤山某分店在接获下架毒鸡蛋通知后，居然没有主动联络已购买该批次鸡蛋的顾客办理退货。许多买了毒蛋回家的民众是看了新闻才惊觉，冰箱里躺着一颗不定时炸弹，赶忙自己带蛋回店里要求退款。全联这种消极被动的处理方式，不仅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遭到开罚，也让消费者觉得自身健康权益被漠视。本以为大企业在食品安全上会谨慎负责，没想到遇事竟如此敷衍，仿佛顾客吃了有问题的东西也只能自生自灭。接着，虚拟支付的安全也亮起红灯。这些年，全联积极打造自家的会员生态圈，不少顾客都绑定银行账户，使用全联的全支付 App 来累积点数，方便结账。然而，有一位全支付用户一时不察，点了钓鱼邮件的假连结，结果他绑定的银行账户在短短几分钟内被盗刷了20多笔交易，损失近8万元。消息传开后，许多使用全支付的人开始后怕，平常刷信用卡购物，若遭盗刷还有补偿机制，但全支付连的是银行存款，钱一旦转出去，就如泼出去的水，根本追不回来。而这次受害者的经历显示，全支付账户一旦被不肖分子盯上，真的可能在你还没反应过来前就被洗劫一空。尽管事件起因是个人治安疏忽，但它引发的恐慌却直指全联数位服务的安全性。大家不禁开始怀疑，全联苦心经营的这套支付 App 是否在保护用户资产方面有所疏漏？如果连我们的血汗钱都有可能说没就没，再大的方便和优惠也变得不值得了。标价诚信、食品安全、资金安全短短时间内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3大信任支柱接连崩塌。我们原本相信在全联买东西价格公道，吃东西安心，付钱便利又安全，但这3条战线竟同时溃败，让消费者彻底寒心。许多常年习惯到全联采买的婆婆妈妈，本来把那里当成自家厨房的延伸，如今却不得不开始处处提防。想想那种仿佛好友背叛、亲人欺瞒的失落感，怎能不令人心酸？从被多收几块钱的愤慨，到担心吃下毒食品的恐惧，再到血汗积蓄可能一夕蒸发的惊惧，各种负面情绪层层叠加，终于全面爆发。网络上怨声载道，抵制全联的呼声此起彼落，不少人纷纷发文表示以后不再去全联。许多人分享自身经历，并互相提醒注意。由于全联名字里有个全字，网友干脆将这次拒买行动戏称为断联决心，和全联彻底断绝关系。一时间，断联行动遍地开花，从 PTT 论坛到脸书社团，到处可见挥舞抵制大旗的贴文。大家誓言要给这家让人失望透顶的超市一记当头棒喝。短短几天内，抵制全联的声量急速攀升，不仅社群平台的讨论串刷了屏，各大媒体也纷纷跟进报道。台湾近年很少出现如此大规模针对单一企业的民间抗议，全联这回可说是把各路消费者都给惹火了。眼看民怨如野火般燃烧，全联终于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然而，这一连串问题真的是几桩倒霉事碰巧同时发生吗？仔细剖析，全联今天陷入的信任危机，其实早已埋下伏笔。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矛头指向的是支撑全联平价王国的那套独特商业模式。曾经让他扶摇直上的成功秘诀，如今却变成伤人伤己的双面刃。与传统超市先买断商品再销售的做法不同，全联采用寄售制，供应商先将商品放在全联门市销售，全联要等到商品实际售出后，才依销售数量和厂商结算货款。换言之，商品滞销的风险、库存的成本，通通转嫁给供应商。如果东西卖不好，滞销过期了，全联自己不会有损失，未售出的产品可以直接退还厂商。有点像打一场仗，前线士兵全是别人家的，自家将军坐镇后方，安然无恙。更绝的是，全联还祭出所谓最惠客户条款，规定厂商不能给其他通路更低的进货价，一旦被发现谁卖给别的通路比较便宜，就必须同样优惠给全联。凭借寄售制和最惠条款这两大法宝，全联握有惊人的议价权，可以对供应商为所欲为，要么接受全联的游戏规则，要么你的商品就别想进这上千家门市的货架。这种近乎强买强卖的手段，成就了全联的低价帝国，但后果也埋下隐忧。供应商为了求生，只能一再压缩自己的利润空间，能省的成本全都拼命省下来，能让的利尽量让给全联。全联因此得以向消费者营造出你瞧，我这里东西就是便宜的形象。然而羊毛出在羊身上，长此以往终究要付出代价。供应商利润被挤压到极限，首先可能反映在产品品质上，利润微薄，厂商也许只能选择更廉价的原料，缩减品质管控成本来维持生计，商品品质难免下滑。当然，更直接的恶果已经显现在我们前面提到的标价乱象中。全联为了保持价格优势，经常要求供应商配合跑促销，今天这个降5元，明天那个打8折，价格频繁变动，门市人员必须不断更换价钱、标签和更新系统，在人手有限、流程繁琐的情况下，就很容易出错。比如一张特价标贴下去，底下原本的价格牌忘了换，或者系统价格改了，但货架标示没跟上，就出现那些令人哭笑不得的情况。而更糟的是，据内部员工与供货商透露，如果标价标错导致商品赔钱卖出去，这损失通常也是由供应商自行承担，全联本身并不痛。试想，当一个系统性问题不会直接伤到公司筋骨，久而久之，管理层就缺乏痛彻心扉的动力去彻底改善。反正出错又不是自己买单，哪来积极性防微杜渐呢？除了供应商叫苦不迭，全联的基层员工也同样处境堪忧。当总部将成本和风险层层往下转嫁，最终压在肩上的就是门市第一线的那些小螺丝钉们。他们不仅要承受繁重的日常营运和促销执行压力，还得面对源源不绝的顾客疑问与投诉。在紧绷的人力配置下疲于奔命，劳动权益难免受到侵蚀。全联长期以来的劳资争议其实不少见，甚至曾被列为违反劳基法企业的前10名。举例来说，2017年台中就发生过一起全联员工疑似过劳死亡事件。北屯区某门市一名资深员工在工作岗位上猝死，家属质疑他长期超时工作导致悲剧。后来台中市劳工局调查发现，该店的出勤记录并没有详实呈报所有加班时数，班表显然经过美化，全联因此违反劳基法而受罚。更让人心寒的是，全联事后非但没有道歉检讨，反而对协助家属发声的义务律师提告妨害名誉，仿佛想用司法手段晋升，手段之冷酷强硬令人瞠目。高层对待基层的态度，也在一些场合流露出令人傻眼的价值观。在2017年前后，时任全联总裁徐仲仁的一席发言就引爆了舆论。他公开表示，年轻员工拿 22K 薪水却做 50K 的工作是物超所值。这番话被许多年轻世代怒批，完全不知民间疾苦，低薪却被夸做得多。听起来不是在鼓励压榨吗？徐总裁还拿自身经历做比较，他1977年刚踏入社会时领9000元月薪，那是当时基本工资的数倍。10年打拼就能在台北市买房，
但到了2017年，年轻人月薪普遍只有3万元，恐怕40年不吃不喝都买不起房。用旧时代的标准来要求新世代，结果只会激起更大的反弹，也让外界对全联企业文化中疑似鼓励剥削的印象更加深刻。从供应商、员工，再到我们消费者，全联这套极端成本导向模式的压力一层层传导，每一环都积累着不满与委屈。全联曾经塑造自己是与消费者站在同一阵线的省钱伙伴，但在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它渐渐与我们的期待背道而驰。我们以为捡到了便宜，却没想到付出的代价可能是品质、服务，甚至基层劳工的血汗。当这些隐藏的成本累积到一定程度，就像地底的岩浆找到了宣泄口，一连串匪夷所思的爆炸事件终于浮出台面，击垮了我们对全联的信任。要真正理解全联今天的处境，还得把镜头拉远一点，看清他一路走来的发迹史。整个过程有点像电影剧情，昔日带领大家反抗高物价的英雄，最后自己坐上王座，却变成了新的暴君，逼得人们不得不再度揭竿而起。全联的前身其实带有军公教福利中心的色彩，早年享有免税优惠。1998年由现任董事长林敏雄接手民营化时，当时的全联经营状况并不理想，店面破旧，持续亏损。但林敏雄敏锐地抓住便宜这个核心价值，展开大刀阔斧的改革，奠定了日后称霸市场的基础。他首先无所不用其极地压缩成本，为了省钱，连卖场走道多宽都拿来开刀，别的超市走道宽敞舒适，他硬是把全联通道缩窄到只有约 1.2 公尺。据说光这项措施就让单店营运费用比对手少了30%。有顾客嫌推车在窄通道里容易擦撞，他干脆特制小巧细长的购物推车，以符合法规2台推车并行的最低要求，同时达成节省空间的目的。接着他采取狼群战术，与零售巨头周旋。当年面对盘踞市场的家乐福、大润发等大型量贩店，林敏雄不与对方硬碰硬，而是看准人性中的懒。只要发现旗下某家全联门市的业绩受到附近新开大卖场影响，他就迅速在那间量贩店周边的住宅区多开2-3家小型全联，如同狼群般前后包抄拦截，把原本要去大卖场的人截留下来。最后他又透过成功的形象塑造赢得民心。2006年全联推出一系列全联先生广告，堪称神来之笔。西装笔挺的全联先生在广告中幽默地说，店里没有显眼的招牌，没有宽敞的走道。随即话锋一转补充道，因为省下的钱全都回馈给顾客。全联大方承认自己的简陋，将缺点包装成优点，巧妙地把寒酸与省钱画上等号。从此去全联捡便宜成了许多家庭的共识，大家相信他既然肯省成本，就会让利给消费者。凭借这些策略，全联在台湾零售战国中一路攻城略地，规模不断壮大。接下来的20年里，他攻占市场，各地开花，门市从几十家变成上千家，甚至陆续并购其他连锁卖场，一步步将对手淘汰出局。真正让全联地位产生质变的转捩点是2022年对大润发的收购。那一年，全联正式接手台湾第2大量贩集团大润发，原本叫大润发的店纷纷换上大全联的招牌。就在那一刻，全联的角色彻底改变了，它不再是那个在巨人脚下灵活穿梭，为消费者精打细算的市场挑战者，而摇身变成难以撼动的零售巨兽。这也暴露出全联在转型过程中的一个盲点，它成功扩大了市场规模，却未能同步升级对应的企业责任和经营思维。过去那些让它成功的特质，例如极致的压低成本、对供应商的强势谈判，在身份转变后反而成为引爆争议的根源。随着全联成长为零售龙头，市场上可供消费者选择的竞争对手反而减少了。我们以往可以在全联和其他超市之间货比3家，如今全联几乎无处不在，一家独大，竞争者减少，让消费者的选择也随之限缩。有人发现，以前在大润发买的某些商品，全联接手后价格反而上涨，让人质疑店大是否欺客。公平交易委员会也注意到了全联垄断地位可能带来的影响。2024年，
公平会以全联涉嫌滥用市场优势为由，对其开罚2000万元，就是在警示全联别忘了身为龙头应尽的责任。然而从近期种种乱象来看，全联似乎还没完全意识到自己身份的改变，规模远胜往昔，但企业文化与管理思维却停留在当年只追求低成本不顾其他代价的阶段。曾经灵活的挑战者，现在反而展现出霸主的傲慢与疏忽。当价格欺瞒、食安疏失、支付风险一一击垮民众的信任，全联终于尝到了恶果。消费者用脚投票，用钱包表态，掀起了浩大的断联行动。面对排山倒海的批评声浪，全联高层不得不出面灭火。他们在舆论压力下发表了公开道歉声明，承诺会采取一系列改善措施，其中首先要解决的正是长期被诟病的标价问题。他们宣布将逐步导入电子价签，也就是电子标价系统，确保货架标示的价格与结账系统及时同步，不再让顾客受标示错误之害。或许不久的将来，我们走进全联就会看到电子萤幕价标取代传统纸标签，价格异动立刻反映标错价的情况有望大幅减少。然而，技术升级就能修补这次的信任裂痕吗？那些多年来根植于企业文化和商业模式的问题，可不是换几块电子标签就能一笔勾销的。消费者心中的裂痕已经形成，要重拾信任，恐怕需要更深层的改变。全联必须彻底反省，当自己成为巨无霸之后，是否忘记了对消费者最基本的诚实与尊重？在急于扩张版图的同时，有没有同步强化企业的良心和社会责任？失去的信任可不是喊几句口号或引进一项新科技就能挽回的。这场断联行动带给我们的不只是对一家超市的爱恨情仇，更是一堂现代消费社会的警示课。当我们所依赖的大品牌变得无比强大时，我们普通消费者除了愤怒和抵制，还能做什么来监督和制衡它？或许正是因为千千万万双眼睛的注视和声音的喊出，巨头企业才会被迫正视自身问题。全联当年之所以崛起，是因为牢牢抓住了消费者爱便宜的心理。但现在，消费者也用行动表明，便宜不是一切。如果要以牺牲诚信和安全为代价，再低的价格我们也不买单。最后回到那个令人唏嘘的问题，全联究竟是怎么从一位亲民的省钱伙伴走到今天这般四面楚歌？答案或许就在于，当挑战者变成巨兽，却没有随之调整自己的心态与责任，危机便悄然种下。那未来呢？全联能否痛定思痛，重新赢回消费者的信赖？还是说，这头巨兽最终会因傲慢与疏忽而失去王座？无论结果如何，这次风暴已经为所有企业上了难忘的一课。商誉建立不易，毁掉却易如反掌。顾客的信任绝不是可以肆意挥霍的资本。一家公司可以强大到竞争者寥寥无几，但不能强大到无视顾客的声音。断联行动给全联敲响了警钟，也提醒所有巨头企业，唯有将诚信与责任重新奉为圭臬，企业才能走得长远，继续拥有我们的信任与爱戴。